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显化塔罗。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您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那这次的题目是：最近有偏财运吗？最近有偏财运吗？现在呢，请大家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赏。这里有3个选项，请你用直觉选择自己喜欢的选项。如果呢听了解牌内容觉得不符合自己的情形，请您重新选择，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哦。那提醒您，这是大众占卜，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每个人的情况，请大家见谅。那不论何时来观赏这个影片都是有效的哦。那这里3组选项呢，先帮大家把抽到的卡片打开来看看。第一组呢是鸟，那第2组刚才预先抽了有2张卡片，一张是狗狗，另外一张呢是皮鞭。好，那第3组的呢也是鸟，这是送子鸟。好，那大家呢选好了选项之后，就可以来看我的解答咯。Hello， 第一组的朋友呢，你抽到的是鸟这张牌。那在抽塔罗牌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第一组你的偏财运哦，最近是跟就是语言方面比较有相关的。有些人啊，可能就是靠跟人家聊天互动啊，然后就是像直播啊，或者是在靠着讲话，然后卖一些东西，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人是跟人家发展业务关系呀，比如说是房仲业啊，或者是说是在帮人家中介卖车啊，跑业务方面的，就是跟语言比较有相关性的。那或者是有的人呢，是在网络上面做一些，除了直播带货，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在帮人家做广告宣传啊，或者是有一些直播主或者是一些 YouTuber 会帮大家做一些业务还有商品的介绍。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你的偏财运呢是跟这方面比较有相关的，跟你的语言能力还有你的语言天赋比较有相关。那有一些呢是靠语言的治疗，就有一些人是帮别人做一些心灵啊，或者是一些精神层次的引导。那这种呢也是属于这种跟语言相关的，那也还有加上能够提升你心灵的能力。那这就是跟第一组呢比较有关的。你的偏财运呢是属于这种。那有些人平常有正职啊，那也会呢在直播上面，或者是说在其他的部分呢做一些兼职。那如果这组朋友啊，你是属于这一种的，或者是说呢，你有想要之后要打算从事这样的行业，或者是这样的兼职呢，那第一组的选项就很适合你来听。好，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再继续的看后续呢，跟偏财运相关的方法或者是内容、赚钱方式等等，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继续往下看哦。好，那现在呢，帮你抽塔罗牌来看看比较详细的内容，或者是呢情境是如何呢？先来感受你的能量，帮你抽取塔罗牌。那有一些人，就算他不是刚说的直播啊，或者是在做 YouTuber 那一种属于线上跟人家言语上面的交流的，那有时候呢，可能是用文字表达，能够用文字表达你的个人情感的部分，能够跟别人达成交流，或者是帮助别人，因此呢，能够得到一些兼职或外快，这也是跟这一组有相关性的哦。好，
好，目前呢就是目前抽到的就是这4张。先慢慢的放开。好，第一张呢，你抽到的是宝剑6，但是是逆位的，就是第一组朋友啊，你抽到这宝剑6，就表示说你最近有一些事情呢是不得不抽离的，可能呢有时候呢太过于忙碌啊，你必须要稍微让自己呢放松一下，让自己中途离开，然后呢你才有办法呢去得到这份偏财运的财富。因为啊，如果说你总是在你的正职上面啊，一直去做工作啊，然后没有时间休息啊，你就没有时间去发展你的副业或者是你的兼职。那这样子的话，你得到多余财富的机会呢，可能会比较低一点哦。好，那再来呢，这个第2张啊，你抽到的是宝剑2，就是这组朋友你其实是现在处于两难的情况，就是你可能想要把你的正职做好，但是又希望说能够得到一些兼职的机会啊。那有些人是想要展现自己啊，或者是想要跟别人做一些语言上面的沟通交流，然后呢能够帮助别人，也能让自己得到一些外快的机会。那有时候啊，当你在那边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会让你未来财富偏财运的机会也会溜走哦。所以就第一组朋友啊，其实有时候你可能需要沉淀一下心灵，想想自己是否真的有需要这一份外快，这份偏财，因为这样的财富啊，必须要在你的身心健康以及你时间充足的情况之下才能去做哦，不然的话呢，你如果蜡烛两头烧啊，到后来你可能会发现两边都没有办法兼顾哦。好，再来呢，你抽到的是圣杯2，但是呢是逆位的。就这第一组的朋友啊，你的偏财运呢，其实是跟感情交流也是有点关系的。就是你在介绍或者是在讲解你的兼职、你的工作，或者是说呢你在做一些业务上面的介绍、推广跟交流的时候啊，必须要考量说，你自己是不是真心对这一份兼职啊有喜欢？如果你只是想要多赚一些外快啊，然后想要靠你的口才能力去得到一些财富呢，那你忽略了自己对这份工作上面的喜欢啊，跟情感上面的认知。这样的话呢，如果久而久之啊，你就很快就对这份兼职没有热情，那这份偏财运对你来讲就是非常短暂的出现。而且有的人呢，在做兼职的时候啊，会跟自己比较亲密的伴侣啊，或者是说自己喜欢的对象啊，可能会因此有所接触。那你这份偏财运呢，就是不只是能够带给你财富，就是它还会有让你情感上面有做连结的可能。但是目前因为它是逆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这组朋友，你可能在做情感交流的时候呢，方法没有得到正确哦，你没有办法呢把你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事情，或者是所表达的目标跟内容，然后去明确充分的表达，这样子别人在听你的介绍啊，或者是在和你做沟通交流的时候，总觉得好像会有一点卡停滞的情况，就没有办法呢能够一直持续的去给你所想要的回馈，而且没有办法一直去找你。然后这样子呢，如果你是因为业绩方面必须要得到的财富啊，可能之后就没有长久稳定下来，你这份兼职就很容易之后就是莫名其妙的中断，或者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可能会虎头蛇尾啊，或者是说
可能因为这份兼职会跟你亲密伴侣啊，或者是说你的喜欢的对象会因此呢有一些争吵，然后让你们的感情受到影响。那有些朋友啊，因为你还有抽到宝剑2啊，其实就是说你除了在不同的兼职跟正职之间做选择，有时候你还会为了兼职的事情而跟你最喜欢的人做争吵，这也是造成你的困扰，让你左右为难的原因之一哦。所以这份偏财运对你而言呢，虽然呢是能让你带给你一些财富，但是呢，在感情上面呢，也是会有所影响的。好，再来呢，就是你抽到的是宝剑10，但是也是逆位的。其实这组朋友呢，就是你对于这份兼职啊，对你来讲，好像目前进行的是有点辛苦的。你可能会觉得说，未来啊，好像很漫长的感觉。有些人可能是正在发展那一份兼职，或者是正在寻找到底要如何继续下去。那这一组朋友啊，其实你如果说一直很希望能够走这个语言方面相关性的兼职啊，就请你能够熬过那段最痛苦的时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会比较多困难要克服啊，毕竟就是万事起头难啊。很多事情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办法克服的话呢，你未来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哦。就是这第一组的朋友啊，你的偏财运就是与此有相关的。那如果说呢，你所要发展的兼职，你要赚的外快跟语言完全没有关系，那也不是要介绍产品或者是介绍什么事物或者是项目给别人的话呢，那可能第一组的解牌内容就不是你所想要的哦。好，那这样子呢，第一组朋友，你的解牌内容就到这里咯。好，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请你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Hello，第二组朋友，你呢抽到的是狗狗跟鞭子。那我在抽塔罗牌之前呢，先来解释一下呢，你抽到这2张牌的意思，就是第二组朋友你的偏财运啊，就是跟医疗啊，或者是说呢，跟一些保健方面的事情有相关，然后还有呢，就是跟运动啊，或者是情绪管理呢是有相关性的，或者是说有些呢是专门做照顾啊、陪伴的，像一些长照的工作啊，或者是说呢一些跟护理有关的，就是你的偏财运会从这里而来。那如果说你本来就是从事这样的职业的人呢，你就会有可能会在这其中啊得到一些其他的意外之财。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做健身教练啊，或者是说呢是帮大家做一些那个运动方面或者是健康管理方面的规划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是营养师，然后或者是会帮人家呢做一些那个营养的搭配啊，或者是跟人家做一些心灵上面的疗愈的方面。那这2种呢都是有的，只是说可能有的是2者都有兼着做，或者是有的只是其中的一种。那在抽牌的时候呢，这2张牌就同时掉出来。好，那如果第二组朋友啊，你觉得你的兼职啊，或者是说类型种类跟这个方面都完全没有相关，或者是你的工作啊跟这方面也都无关，就是呢也没有打算要往这方面去的话，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换其他组来看看哦。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一组呢，你想要听听看的话呢，那我们就来感应你的能量，来看看跟偏财运有什么样的相关的塔罗牌要给你呢？
抽到了这4张。先帮大家翻开。好，来第一张呢，帮大家看，就是你抽到的是权杖8，但是呢，它是逆位的，就是这组朋友哦，你呢就是在帮人家做那个运动健身啊，或者是说在做陪伴啊、医疗啊，或者是保健食品，或者是这相关的照顾的时候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啊，好像不是很顺利。像有时候在推广一些项目的时候啊，比如说保健食品的推广，或者是说有一些跟健康方面啊，或者是跟心灵陪伴方面有关的事物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很快推进，总是会有一些阻力。你呢，觉得信心满满的时候啊，好像总是有什么事情去阻碍着你，就像这张卡片里面的闪电一样啊，就是你看似好像你觉得很顺利的时候呢，想要往前推进的时候，却好像临时有什么阻碍过来了，总是呢让你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顺顺利利的去做这样子。好，那再来呢，你抽到的是圣杯3，那这组朋友就是你会有一些时间呢，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欢聚的，譬如说，可能跟朋友之间啊，或者是说跟你的很好闺蜜啊、好兄弟彼此分享的时候呢，这时候你的偏财运就有可能出现了。那这组朋友啊，刚才漏了说，就是你除了呢跟保健啊，跟运动健身相关的啦，就是第2组朋友呢，你的偏财运也是跟你的朋友是有息息相关性的，就是你的一些偏财运的来源啊，或者是消息的获得，是从你的好朋友出现的哦。你的好朋友呢，能够帮助你去发掘你的偏财运是怎么样的方式，然后呢赚钱。可是有些人是有一些呢投资理财的机会，譬如说有一些想要投资基金啊、股票啊，或者是说呢想要呢去投资一些比较有前景的公司，那这些公司呢有可能就是跟运动健身啊，或者是美容啊，或者是跟保健相关的事情。那这组朋友啊，就是你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听到相关的消息，有一个赚钱的机会，是额外赚钱的机会。那只是说你如果没有把握好的话呢，在那个场合里面，你没有注意去听一些相关消息，就只是当做一般聚会的话，就没有办法获得你想要的消息。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把握赚钱的机会啊，像投资理财，有时候是需要机运的，但是你要考量你自己自身的情况。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啊，信心满满，总觉得好像什么事情呢都是可以解决的。那所以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啊，会不小心投入太多，等到后来呢，如果有亏钱的时候啊，反而会去怨对你的朋友啊，就是去介绍你的人。其实这时候你不要这么想，因为本来投资就是有风险的啊，投资风险呢是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评估下去的。不管呢你的朋友给你怎么样甜头的介绍啊，其实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哦。不要把事情呢都怪罪在别人的身上。有时候呢，一开始不要那么的贪心，稍微谨慎一点。当你的投资理财啊，当作是人生理财的一部分啊，就像你工作的一部分，你只要放比较少量你能力所能及的部分下去啊，你的亏损啊才不会那么的大。当然盈利获利的部分呢，或许暂时比较小，但是你掌握了方式之后，你得到的获利啊就会越来越多，财富就是慢慢累积而成的哦。好，再来呢，你抽到的是命运
不，你抽到的是钱币十。好，这钱币十哦，就是跟金钱有关的。就是刚才我在说，如果你呢，因为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好兄弟、好姐妹啊，去推荐你这些投资的机会的时候啊，你也是有机会可以得到很多财富的哦。那还有你自己家族上面啊，如果有一些投资，或者是说呢，跟家族帮忙做一些事情啊，然后你可能会因此得到一些额外的外快，或者是你可以得到一些还不错的机会。有的人呢是得到一些投资机会，或者是呢得到一些股份，或者是可以得到一些家人的帮助啊，金钱，或者是说呢实际上实质给你的助力，譬如说贵人方面，或者是呢给你问题的解答，或者是帮你程序上面做一些推进啊，或帮助你呢，告诉你要去什么地方，或者是去什么公司询问啊，或者是说帮你把困难都解决。这个家族啊给你的助力啊，对你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哦。或许你一开始没有觉得它很重要，但是当后续有什么样的疑问或问题的时候，家族给你的帮助是很大的。好，再来呢，你抽到的是权杖二，就是这组朋友，其实你在做投资理财，或者是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业规划，那你在做这项规划之前呢，都是必须要好好的评估跟计划的哦。人生啊，本来就是有很多事情、很多变项是需要克服的。那这些变项呢，如果你能提早把它规划在你的计划里面呢，这样你就可以提早去防范，然后呢，把那些不好的一面呢，先做一些应对啊，那这样子你的人生计划之后就可以更快，或者是说呢，能够更稳定的得到你所想要的财富，才不会到时候呢，一旦亏损了，或者是得到了不好的结果啊，这样子呢，就会导致你心情不好，或者是导致呢，财富的巨大亏额。所以这组朋友啊，就是你呢，在投资理财的部分啊，就是你要好好的审慎评估哦。有时候呢，稍微听一下家族的意见，就是你的亲人啊，或者是说你的朋友之间啊，给你的讯息啊，你要懂得去看看什么是真的适合你的，或者是什么才是好的投资理财机会哦。不要道听途说，不要看到呢眼前的蝇头小利，然后就一味的往前冲。好，这呢就是第二组朋友你的讯息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请你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Hello，大家好。第三组朋友呢，你抽到的是送子鸟，那也有人叫做是大嘴鸟，就是这个鸟呢，跟刚才第一组的鸟呢，其实寓意是差不多的。大部分呢是指语言沟通啊，或者是说，就是跟情感方面的交流连接，跟语言比较有相关的。那但是呢，它另外还有呢，就是它有的是跟，如果它旁边还有跟小孩有相关的牌卡呢，它就会是跟小孩或者是送子鸟比较有关系，就是它还会有一些跟生育方面、怀孕方面有关联。那所以第三组朋友，你的偏财运啊，其实是跟语言上面呢是有关的，就是跟第一组的朋友有点重叠，也有可能第一组朋友呢也有来看第三组的，那就是看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啦，或者是你看第三组的人呢，也有想要回去看第一组的。好，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呢这一组也是跟语言相关的，有一些呢就是喜欢做直播带货啊，或者是有一些人是跟业绩有关的，可能他除了工作正职上面，他还会去做一些
卖货啊，或者是做一些物品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项目，或者是一些其他事物的推广，这样子，从中间呢可以赚取一些价差，或者是说它可以呢因此得到一些利润啊。那这些利润呢，就是跟第一组会也是有点相像的。那第三组呢，除了这样之外，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做保姆看护的工作，就是除了正职之外呢，他平常呢会做一些就是照顾孩子啊，或者是帮别人带小孩、托育那种的工作。那他呢，就是会有一些跟小孩比较有相关性的赚钱。那或者是说他在卖跟育儿方面的相关产品，或者是说呢，去会开一些讲座啊，教导大家如何去当妈妈，或者是说呢，如何呢可以去买一些物品呢，然后呢让妈妈或者是让小朋友都开心的物品，就是育儿方面的。或者是说呢，是一些就是相关的书籍啊，育儿相关的书籍，或者是说呢，会写一些相关的文字啊，然后呢，表示一下跟这一类的事情有关的活动或内容，或者是说相关的产品会做介绍这样。那第三组朋友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相关性啊，或者是你也没有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职业或者是兼职外快呢，那你就可以考虑其他组哦。然后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听下去呢，就来感应你的能量，来看看塔罗牌想要告诉你什么。好，很快4张牌都出来了，那你翻开来看看。好，第一张呢，你收到的是宝剑8，其实就是说这一组朋友呢，你可能最近啊遇到了什么烦心或者是困扰你的事情，可能跟你的兼职活动有关，就是有可能你的兼职活动或者是你的业务啊，这个工作呢，目前让你遇到一些瓶颈，然后让你觉得说好像困难遇到了就孤立无援，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啊，就让你觉得说，是不是未来应该要放弃？所以你的内心现在是很彷徨，而且是属于那种低潮、伤心的感觉。可能呢，你也是需要别人给你疗愈啊。那除了说你自己在从事这份工作，或者是发展这样的偏财运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一些别人的建议，或者是要上一些相关的课程，充实一下自己的知识，或者是说呢，请求别人给你的资源，钱财上面的资源啊，或者是说呢，是实质上面呢，工作上面的资源这样子。好，那你再抽到的是皇帝牌，但是是逆位的，就是这组朋友呢，如果你是男性的话啦，就是你想要扛起赚钱的责任，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压力跟负担是很大的，因为呢，古时候啊，通常很多男性都是一家之主，必须要赚钱养家。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呢，男女其实是平权的，没有一定呢要男生以赚钱养家为主。其实男女之间可以互相帮助的，大家呢也可以互相分摊。那你不用把这件兼职啊，或者是说这偏财的事情看得如此之重，因为有时候钱财呢，你能得到呢，就是一种幸运；那如果不能得到呢，它只是暂缓没有给你而已，不代表未来呢都不给你。所以呢，你要放下你内心的压力，不要把赚钱养家这件事情呢看得太过于严重。
不然的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那对你的工作啊，或者是对你的身心健康都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你看的是女性的话呢，就是你家族里面有这样的男性给你很大的压力，可能呢，有些人看这组的朋友啊是没有稳定的工作跟收入的，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业绩方面的工作啊，可能就没有办法很稳定啊，或者是说你是帮忙托育带小孩的啊，保姆啊，没有不是那种固定都有固定孩子的，可能是个人出来做托育的保姆工作的，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呢，你家里的男性啊，不管是你先生或者是你的父亲啊，或者是跟你比较亲密的男性伴侣呢，给你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说你在公司是做业务的，那你这样的男性上司跟主管给你的压力是非常的大，让你觉得说，这项赚钱的机会对你来讲啊，好像已经不是机会，是一种负担了。所以呢，你才希望呢能够赚更多的钱，然后呢让自己可以过得好一点，不要总是看别人的脸色。好，那接下来你抽到的是钱币2，就是这组朋友，可是他是逆位的哦。就这组朋友呢，我知道你很想要呢财富自由，摆脱被人家控制的感觉，但是呢，在赚钱的方面呢，还是要有所取舍。有些呢，在你的能力范围能赚才能赚哦。如果呢没有办法赚钱啊，就是你可能如果评估后觉得自己不适合这样的兼职，或者不适合这样的行业啊，让你太多压力了，让你形成负面为主的话呢，就是你要考虑是不是应该要放下这个工作，或者是呢去转行啊，做其他方面的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适合你自己的个人条件，这样子呢，你才不会蜡烛两头烧哦。因为这个钱币2啊，如果是正位的话，表示是处理得宜的，但是在逆位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没有办法同时身兼两职的。所以这组朋友啊，就是要让自己啊稍微放松一下，不要让自己那么紧绷，不然呢会影响到身心健康哦。好。再来呢，你抽到的是恶魔牌。好，这个恶魔牌哦，但是它是逆位的，就是这组朋友其实你是有一些就是不好的诱惑在诱惑着你，不管呢你这样的跟口才有相关性的工作兼职啊，或者是说表达情感的活动啊，是什么样的类型？就是总是会有比较不好的诱惑去让你呢困扰着你、干扰着你。那不好的诱惑，譬如说是一些可以抱你赚大钱的方式啊，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更快啊可以赚外快的方式或公司或工作，你都要慎选哦，因为这个。恶魔牌在逆位的时候，表示你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诱惑的，因为这个诱惑对你来讲啊是没有办法马上清醒的，就很容易沉沦下去。所以就是这组朋友，你要好好的审慎评估哦，你要看看你到底是能不能克制得了。如果说呢你没有办法克制得了啊，这个诱惑之后对你来讲会非常的严重哦。这组朋友呢，如果你能够就是认清一些事情啊，然后把一些不好的诱惑抵御在外的话，这样子你赚到的偏财啊，才会是真的属于你的，才不会是昙花一现哦。而且呢，你目前就是内心压力比较大啊，所以对你来讲呢，很多事情啊，就是你很容易会因为眼前的利益啊。蝇头小利，然后去放弃了一些就是比较正向的赚钱方式。那这种呢，想要一步登天的方式也很不适合你哦。
好，那这组朋友呢，就请你要审慎评估哦。投资，或者是说呢，你在做跟业务相关的、口才方面相关的事情呢，总是要量力而为的。好，那这就第3组朋友的讯息啦。喜欢我的影片，请您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